秒钟的低头拍土，凭什么封神？拆解诚意让齐燕活过来的秘密。义父，恭喜你。就这么一句，5个字，语气还特别平，不吼不闹，甚至带着点客气。可我跟你讲，当年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愣了好几秒。各位好啊，你猜怎么着？最近我又把《与君歌》里程毅那几场戏翻出来重看，越看越觉得有意思。我发现个事儿，就是这句这么平静的台词，为什么能让人难受？一个高冷到喜怒不形于色的皇帝，明明脸上没什么大动作，你怎么就是能感觉到他内心塌了一块？今天咱们就聊这一件事。对，就这一件，不聊八卦，不扯别的，就掰开揉碎的看看，程毅到底是用什么办法，把齐燕这么个疯批傲娇帝王给演活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叫把角色演活？说白了，我自己看剧这么些年，慢慢琢磨出一套挺土的见解，一个角色立不立得住，你就看3层东西。第一层是人，就是不管这个角色多特殊，他首先得是个正常人。小孩摔疼了会哭，人被背叛会心碎，遇到坎儿会难过，这是生而为人谁都甩不掉的东西。第2层才是个性，也就是这个人跟普通人不一样在哪儿。比如一个骄傲的人想哭的时候，会比常人多1分忍。第3层是气质，是从身份和性格里往外散出来的东西，走路的姿态，看人的眼神，甚至一些专属的小动作小习惯。3层都有了，角色基本就不会单薄。说起来容易哈，全做到难，是真的难。这里就得说到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些年偶像剧里最火的一个人设是什么？高冷霸道男主吗？可市场上有一种偷懒的演法，就只演那个冷，那个帅，到了要温情，要悲伤的戏，脸就啪一下僵住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人替这种演法辩护，说他就是个冷酷的人啊，冷酷的人本来感情就淡。哎，这话不对。你想想看，冷酷的人也是人，对不对？是人就有感情，一个真的完全没感情的人，他又是怎么爱上女主角的呢？说不通嘛。所以高冷从来不是不做表情的借口，高冷有高冷的演法。甚至我跟你说，越是平时压着的人，难得动一次情，反而更烈。好，铺垫完了，重点来了。咱们就拿程毅那场哭戏，看看高冷的人到底怎么哭。当时剧情是这样的，男女主铲除宦官党失败，2个人都身负重伤，状态跌到谷底。仇子良这时候得意洋洋地进来，一句一句的扎心。你注意看程毅这时候怎么演的。第1个阶段是沉重加无所谓。仇子良说重臣要推他扒皇帝上位，齐燕不慌也不看他，半睁着眼跟装死似的。他不是没听见，他是骄傲，他不给你这个反应。然后第2阶段来了，仇子良说弥沙郡主死了，这意味着齐燕失去了镇吴家族的支持。齐燕还是沉默，但你能看出来他在压。直到仇子良越说越狠，说把弥沙的头都砍了下来。看这儿，他没给一个大反应，但全身是绷紧的，眼眶一点一点红了，胸膛压不住的起伏，开始靠眨眼来掩饰。这个眨眼掩饰我太喜欢了，这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下意识的动作，他不想让你看见。第3阶段，绷不住了，他的眼神夹着怨怼，看向仇子良的背影，眼泪顺着这个动作流下来。义父，恭喜你。你看，从头到尾沉重加无所谓，到难过加压抑，再到痛苦加绝望，3段情绪，一层一层递进。可他全程都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啊。这就是我开头说的，高冷的人怎么哭？不是没感情，不做表情，而是在有情绪的底子上忍着。你得先想明白，这个人为什么要用冷漠这层壳把自己裹起来，然后再让情绪从这层壳的缝里透出来。
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这部分你别光信我一张嘴哈，你自己去把这段翻出来，把齐燕前后几个阶段的表情截图放一块儿对比着看。神奇的地方就在这儿，你一口气看下来，本来没觉得有多大起伏，可一对比，那个过程刷就出来了。这种细腻是丝滑到你察觉不到的。那么话说回来，程毅演的人可不只是哭，他这几种笑也全是不一样的。就在仇子良来之前，齐燕刚从昏迷里虚弱的醒过来。他先问若愚的状态，表情是温和的，没有那种颓丧狼狈。可他这人吧，好面子，又不是个积极阳光的性子，很快就开始自嘲轻敌，嘴角挂上一丝笑。这个笑是苦笑，他其实早做好了被反杀的准备，所以能特别坦然地说出我快不行了。可当若愚责怪他的时候，他又把那点低落收起来，反过来安慰他。这个笑就跟刚才不一样了，松弛的，眯起眼的，温柔的。你看，同样是笑，苦笑，逞强的笑，温柔的笑，程毅演得清清楚楚。这就叫理解角色的内心逻辑，而不是只演台词表面那2个字。还有个细节我特别想夸，他对弥沙的分寸。齐燕其实不爱弥沙，但弥沙是真心爱她，而且这姑娘在大事上是明理知恩的，所以齐燕对她有点像个大哥哥看着一个不懂事又急需关心的妹妹，无奈里带着垂怜。程毅这个分寸感 hold 的就很稳，不像有些偶像剧男主为了表现对女主的专一，演员对无辜的女配就满眼空洞，冷冰冰的，那种就太生硬了，说白了是一种偷懒。程毅没有，他给了这段关系一个真实的人味儿。好，接着说，我要讲今天这期里我个人最服的一个点，不是哭戏，也不是笑，是1秒钟，真的就大概1秒。背景是这样的，齐燕出宫去找被赶出宫的若愚，路上遇到刺客。若愚本来在生他气，一溜烟就跑了。齐燕头都不抬，专心应战。等他一个人对付这么多刺客有点吃力的时候，若愚突然折返回来了。你盯着看这一下，他本来是想拼命去追那个刺客的，可一看到他回来了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低头，装不在意，淡定地整理衣服，坐回去。这个动作，镜头就一划而过。可他对塑造这个人太重要了。你翻译成人话就是，齐燕内心其实非常震撼，甚至惊喜。他压根没指望这姑娘会回来帮自己，他早就习惯了失望。可他这人又傲，所以第一时间假装无所谓，赶紧把自己狼狈的样子收拾一下，好像我根本不期待你来，我这个皇帝怎么可能没人管一样。外在傲娇，内在善良，渴望关心又死要面子，这个反差萌全靠这1秒的低头立起来了。而且你再往后看，若愚帮完他之后，齐燕对他的态度明显就软下来了。刺客来之前，俩人还吵得差点动手呢。这个转变也顺。我问你，这个低头拍土装无所谓难演吗？跟哭戏比难吗？其实真不难，可它就是灵。它灵在哪儿？灵在演员愿意花心思去给角色设计这么一个动作。这不是天赋不天赋的问题，是用不用心的问题。哦对，这里我得补一句公道话。都说这部剧的对手戏不太好接，但这事儿你得往剧本上看。若愚这个人设，剧本本身就写得偏傻白甜，成长弧线给的不够。在那个剧本框架下，任何演员想把这条线接得严丝合缝都很难。所以这不是谁一个人的问题，是项目本身的局限。咱们今天就不往那个方向多聊了，重心还是放在表演方法这件事上，毕竟这才是能让所有人受益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从头到尾，程毅塑造齐燕，那3层东西全在。他首先是个会难过、会可惜的正常人，然后是个好面子，不肯把脆弱示人的骄傲皇帝，最后斜逆看人，发怒前急速眨眼加假笑，
逗喜欢的姑娘时耸耸鼻子，这些专属小动作把一个傲娇帝王、腹黑少年彻底焊死了。3层齐了，人物才立体。其实表演这门手艺能做到顶尖的是凤毛麟角，那得看天赋和造化。但从差到及格到好看，真没那么悬，注重细节，找到窍门，用心就够了。科班出身摆烂的也不是没有，半路出家走心的也能封神。说到底，程毅那段低头拍土，凭什么让人记这么久？就凭他把一个1秒钟的镜头当回事了。我一直记得一句话，大概意思是用心走过的戏很少有真烂的。今天这期就聊到这儿，你要是也被齐燕那1秒的低头戳到过，评论区跟我说一声，我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在这激动。